真係好耐冇拍片啦，成年以上，I'm so sorry。冇拍片，其中一個減少個動力嘅原因就係因為 Google AdSense 個 system 令到我就算 YouTube 個 view 數都冇收入。咁呢個我唔講太多咯，舊年已經喺 Medium 度掃咗庫，有興趣就大家去條 link 度睇啦。另一件事就係其實因為真係好多嘢喺度忙嘅，咁點解今日會突然間拍呢條片俾大家睇呢？就係因為我想分享呢個關於德國入籍 Einbürgerung 嘅相關。如果你喺德國居住，但係冇公民身份，而你又住夠年期嘅話，你可以考慮入籍。入籍就必須滿足某啲條件啦，不過你入籍嘅年期要求咧就因應你嘅簽證而有所不同嘅。德國永久合法居住8年以上嘅任何人呢，原則上可以喺考咗2個試並喺申請期間已經有永久居住權嘅時候申請入籍。咁而家有好多政策討論話將居住期減到5年或者允許雙重國籍，咁呢啲之後先再講啦。2個試其實係考乜嘢呢？第一個試就係 B1、B1 以上嘅語言程度證明，咁呢個好容易明啦。如果你考慮申請嘅時候已經有官方認可嘅 B1 或者以上證書呢，其實就可以唔使理呢件事噶啦。咁你攞張證書俾佢睇啫嘛。咁關於 B1 嘅事呢，我就喺下個影片會講詳細啲嘅。第二個就係 Einbürgerung Test 啦，或者有啲人叫做 Leben in Deutschland 嘅入籍試。個試其實就係去為咗去了解德國法律同埋社會制度啊、生活條件嘅證明嚟嘅。咁內容主要就係有關德國嘅近代史啦、社會狀況啦、基本法制啊、文化生活咁樣咯。我喺影片之後會講詳細少少。咁有咗呢2個試嘅結果，加埋你住夠年期，基本上你就可以申請入籍啦。係啦，講翻轉頭，點解我會考慮申請入籍呢？本來我就好滿意自己英籍香港人嘅身份啦，亦都覺得就算我中意德國啊，住喺德國啊，嫁俾德國人啊，日日都講德文啊，都冇必要特登去放棄原有國籍入籍啫。咁我諗住最多住夠年期咪申請永久居留咪算咯。咁最緊要我就唔使去定時定候去 Ausländerbehörde，即係外事局，好似香港啲移民局咁樣報到啦，無啦啦又俾啲職員噴一餐啊，俾佢質問點解你明明香港出世，但係你英籍嘅，咁煩少呢啲嘢已經夠啦。咁入籍唔入籍對我嚟講就唔係話好緊要嘅。但係住咗5年呢，我諗緊除非我家庭狀況可能我哋要移居海外啦，除非係呢個原因，如果唔係應該都會繼續住喺德國一路住落去㗎啦。咁要做本地居民其實都好合理啫，本地公民。同埋以前喺香港都咁留意政事啦，喺呢邊諗下，我做咗本地嘅公民，我先至有投票權。咁我諗到呢個投票權呢，我就開始急速軟化啦。咁做咗德國公民，除咗可以喺本地投票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好處嘅。我唔係講緊你攞住個護照有幾多個免簽證去旅行嗰啲，即係唔係貪呢啲。因為其實就算我攞住 BNO， 甚至你攞住本特需，都有好多地方免簽證，你去唔晒咁多個地方。即係你日日飛個月旅行都飛唔去唔晒咁多個地方。咁我講緊係海外領事保護嗰類嘢。講開 BNO 就講英國啦，因為英國2019年脫歐呢。當時就有成15000居德嘅英國人申請咗入籍，成15000人，咁係2003年以嚟最多嘅一年。今年應該最多係我諗係烏克蘭人。又講翻轉頭先，點解住咗5年幾就話考慮入籍呢？你之前唔係講話8年先入到籍嘅咩？咁呢度其實我就係想同大家解釋翻啦。即使唔講新嘅政策啦，居住年期其實會就情況而縮減嘅。咁大家注意啦，呢度講緊嘅係入籍而唔係永久居留，因為永久居留比起入籍就少啲限制嘅。例如，如果持有合資格專業簽證嘅僱員啦，研究者簽證就係4年，IT 專業人士簽證就5年，而且冇語言能力嘅要求。歐盟藍卡 Blue 卡嘅持有人只需要21至33個月嘅居住期啦。德文要求最低只係需要 A1 嘅程度，即係其實係最基本嘅德語理解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啦。入籍嚟講，基本上就要住滿8年。咁但係如果喺德國完成融入課程嘅外國人，7年就有資格申請入籍啦。如果喺德國出世嘅無國籍兒童喺5年之後，亦都可以申請入籍。無國籍嘅成年人啦，受德國政府庇護同埋被承認嘅難民，或者有 C1 語言證書嘅外國人呢，就可以喺6年之後入籍。
另外一個超級捷徑係結婚。德國公民嘅配偶咧，或者同性註冊伴侶啦，原來只要3年就可以申請入籍啦。咁但係你3年入邊申請嘅時候，兩個人已經需要結婚或者有伴侶註冊關係至少2年啦。之前我對入籍冇乜大想法或者興趣，我唔知原來同本國人結婚時間會縮短咁多。我第一次聽到3年可以入籍，超級驚訝啦！咁但係我嘅德國朋友比我更加驚訝，因為佢話你同德國人結婚，你竟然唔知。咁難怪有啲人會利用嫁娶當地人去得到本國護照啦。呢啲係佢哋嘅事，可能佢哋亦都有自己嘅原因。當然我就唔鼓勵想移居德國嘅大家去用呢個方法得到護照啦，因為其實政府已經有好多政策去幫助想長期居留嘅人士啦。如果喺唔同原因之下返唔到自己國家嘅難民，亦都有好多政策去支援幫你融入社會。咁所以如果其實你可以靠自己，又可以靠政府去融入社會揾工嘅時候，其實冇必要揀結婚啫。講下點解入籍試有2個稱呼 Einbürgerung Test 同埋 Leben in Deutschland。正式嚟講，入籍試就叫做 Einbürgerung Test 嘅。咁但係如果你係參加德國政府融入課程 Integration Course 嘅人咧，課程最後包括要考一個叫做 Leben in Deutschland 生活在德國嘅試。呢個試基本上就係同 Einbürgerung Test 一樣嘅。所以好似我咁樣冇參加任何課程，直接去考嗰個，就咁叫佢做 Einbürgerung Test。呢個試其實可以豁免嘅。如果你喺德國讀中學或者大學得到證書咧，你就唔需要考啦。不過其實呢個試就超級容易，合格率亦都非常高，所以其實冇乜值得驚嘅。入籍試嘅內容同埋形式其實係點樣嘅咧？呢個試其實就有33題，你喺60分鐘入邊要作答，你除翻開其實就大概2分鐘唔夠，你要答一題啦。個形式係 multiple choice 啦，咁每4個答案有1個係啱咁樣。試題其實可以預先溫習嘅，喺 BAMF 即係聯邦移民同難民公署嘅網站上面有300題練習。你考試入邊要答嘅問題其實全部都喺入邊抽出嚟，所以其實可以溫定先嘅。33題入邊有30題係關於德國嘅近代歷史啦、社會狀況、基本法制、文化生活咁樣。另外嗰3題就係關於你居住嘅聯邦州嘅狀況。你只需答對17題就已經合格啦。我去考嗰陣時，個監考官話其實呢個試好容易啊！如果你有準備，好多人15分鐘就做晒離場啦。我心諗就算好快做好，我都會對2-3次，所以我絕對唔會15分鐘就離場嘅。點知我5分鐘就做完，再對完3-4次卷都係10分鐘唔夠。然後原則上我本來平時會考試，我如果做完啲嘢，我會坐到離場為止嘅。但係因為我奶奶車我去會場，BB 又喺出邊，咁驚佢哋等太耐，咁10分鐘我就真係離咗場。咁考試結果係點呢？33題全對啊！所以真係非常容易，你真係準備下就一定合格㗎啦。關於B1 嘅德語考試咧，我會喺下個影片同大家繼續分享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條片就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大家嘅朋友，或者對德國移民德國或者入籍有興趣嘅朋友。下次見啦！